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的预言是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啊，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六，关于你们自己啊，你们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一种渴望受到关注的这种欲望的。这张牌也对应的是你们的人生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自我封闭之后，你们会选择不再隐藏自己，而是走到聚光灯的中心。在这之前，你们会默默的积蓄着某种力量啊，默默无闻的酝酿着什么。你们的人生可能在25岁到28岁的这个节点上，你们会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和优势。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你们的自我啊，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可能会涉及到表演行业，某种舞蹈啊、艺术展示。你们永远都会给别人留下最光鲜的一面啊，也就是说，关于你们的一生，关于你们自己啊，你们在外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看上去很光鲜亮丽，做什么事情都游刃有余。你们从小到大应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很要强，渴望被关注，渴望成为舞台的中心，渴望成为最好的那一个。所以说，你们很容易会故作坚强，口是心非啊，也不太敢向别人袒露那个最真实的、有一点脆弱且敏感的自我。你们会把自己的这种自我价值牢牢地绑定在你们的成就上，会把自己的脆弱包裹起来。所以说，在别人看来，你们永远都是光鲜的，都是优雅的，就像这张权杖六一样。第二张牌呢，关于你们可能有着一个不是很幸福的童年吧，这可能也是你们自身性格上面特别要强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你们的原生家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让你们有一点压抑，会有一些遗憾啊、缺憾。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和某个人相依为命啊，这会造成你们整个人内心当中是很匮乏安全感的。你们这组牌啊，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打心底里是渴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归宿的，你们非常向往那种归属感。第三张牌宝剑二啊，你们的性格啊，你们的人格是多面的，你们会在不同的场景下，在不同的社交圈层展示出不同的自我，你们可以随意的切换自己的身份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感到迷茫，因为你们不知道哪一个面具才是代表着真正的自己。所以说，关于你们的预言呢，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未来你们会摘下那个不属于自己的面具，去选择一个你们真正想扮演的身份和角色，从一种身份的束缚和牢笼当中解脱出来啊，去寻找那个真正的自我，寻找真正的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修复童年所受到的一些伤害，或者说心理阴影，你们会自愈啊，有一些伤痛，你们会通过经历的一些事情自我疗愈、自我治愈，然后你们会。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同感会提高，然后最终你们会充分的和解，充分的认同自己，肯定自己。在你们经历了一些挫折和打击之后，你们终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啊！所以说，你们可能在30到35岁这个阶段，会看透一些事情啊，知道自己的天命，在一些事情上学会放手，学会顺其自然。关于你们的预言呢，你们最终会像这张太阳牌一样。你们会从被照亮变成照亮别人，你们会发出自己的光，站在舞台的中心，被很多人关注，你们会给到很多人力量。这组牌，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是那种创造性的，会被关注到，带有表演性质的，又能给人力量、给人帮助、给人带去鼓舞和希望的。所以说，你们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在这个阶段当中，你们会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我能够看到啊，这张太阳牌就是你们的内核啊。虽然说你们在某个时间、某个阶段当中会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你们的内心依旧是温暖的。你们内在的太阳会一次又一次的把你们从深渊中拉起来，只要你们不放弃希望，希望也永远都不会放弃你们的。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Speaker 啊，你们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会尝试着去表达自己啊，让这个世界也认识你们。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可能一部分人会做一些语言表达性质的工作，比如说播音、自媒体、主持。如果你们不去表达自己的话，那会非常
浪费你们自身的天赋啊，因为你们从小到大就有一种表达欲和倾诉欲，一定要尝试着去流畅的表达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资源和红利逐渐的向你们聚集啊，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你们只需要表达自己，那些资源和机会就会向你们涌来。你们的人生道路是漫长的，也充满奇迹和发现。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松弛一点，松弛到足够接纳自己的全部，你们才能够毫无保留的去表达自己。第二张牌是 Justice 啊，你们有着一种天生的朴素的正义感啊，很强的良知，喜欢打抱不平，任何不公正的事情你们都会出一份力，发一片光，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啊。可能一部分人还会有着做慈善的习惯，去帮助那些弱小的人，给他们支持。正是你们自身内在的特质啊，可能会让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是能够帮别人主持正义的，可能会涉及到法律啊。你们就像是一个法官和警察，不仅仅有着很强的自我反思能力，还喜欢在这个世界上为不公正的事情发声，为弱者争取权利。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积累自身的一种福报，你们的这些善行啊，最终这种好的能量会回流到你们的身上，完成一种命运的轮回。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Trust， 我觉得这组牌你们有着一种天生的能力啊，你们可以天然的取得别人对你们的信任啊。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不会对别人设防，你们无比真诚。这种真诚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们受到伤害，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们的真诚会换来真诚，真心会换来真心。你们的真诚会让你们认识到那些同样拥有真挚感情的朋友啊。你们要相信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真诚的、多情的人。你们的真诚会让你们得到回馈，让你们收获到这个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啊。会有人因为你们大大咧咧的性格，普普通通但又真诚而善良的你，去无条件的喜欢你啊，坚定你，你不需要做太多啊，踏实的做自己。遇到喜欢自己且自己喜欢的人，珍惜而又真诚就好。你就做你自己，爱你的人自然爱你。所以说，关于你这组牌，关于你们的一个预言吧，你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啊，会因为看到你们的真诚而向你们奔赴而来，会有一个爱与被爱同时发生的故事在你们的身上。当你们奋不顾身的时候，这个人他也会恰巧热烈的回应你，你们会拥有一段无比真挚的感情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Nice House Face，我觉得这张牌呢，你们是拥有信仰的，关于你们的信仰，关于你们会实现你们的信仰，会践行你们的信仰，会追求一种更高层面的精神信仰，对焦超越生活的存在啊，比如说理想信仰，会告别习以为常的平庸和肤浅。正是因为你们拥有自己的信仰，你们才会是一颗完整的灵魂。关于你们的预言就是，你们可以像云彩一样，被风吹过的地方就是你们可以成为的模样。你们可以成为你们任何你们想成为的人。所以说这组牌你们一定要去大胆的追求自己的梦想，用你们自身的信仰来塑造你们自己，把你们自己塑造成你们想成为的模样，去做那些你们认为对的事情，剩下的交给时间。第二张牌呢是 Neptune Sacrifice 海王星，它带来的是一种牺牲啊，你们可能会为了某种长期的目标而牺牲短期的享受，会专注在某件事情的发展上，而牺牲掉另外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不害怕短期内的牺牲，也不害怕短期内的失去。可能你们，因为如果你们惧怕一时的不良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作为代价。所以说你们是一个长期主义者，你们甚至会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牺牲掉一些东西。但是你们在牺牲自我的过程当中，你们也在暗中得到了一些很宝贵的东西。你们正在具备一种大的格局和视野啊。你们内心当中坚定的信念，让你们不会轻易的退缩。所以说这组牌我看到了一种决心啊，这种决心有点像是什么呢？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强大信仰。你们可能在人生当中，关于你们的预言就是你们会做出一个很疯狂的决定，你们会不顾那些阻力啊，顶着压力去做出那个符合你们内心当中指引的转变。你们会放下所拥有的一切，去踏上一个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你们通过放下得到更多，通过牺牲来成就和实现未来的自己。而第三张牌呢是 Virgo Analyze， 我觉得你们是很早熟的，从小就已经有了关于自己未来的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和规划。你们的心理年龄要远超你们的生理年龄。
你们善于观察，善于总结，善于思考，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一些细节。你们能够通过这种观察、自我觉察的能力去改变你们命运的轨迹，冲破命运对你们的桎梏和束缚。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啊，你们的这种命格是非常大的，会承接很大的事情，在事业上面会有很大的成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跌倒很多次，但是还会一次又一次的爬起来。生命会不断的给你们考验，不断的审判你们。但是每一次的考验和审判都能够让你们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你们过去所追逐的那些东西呢，在未来会反过来追逐你们。你们要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信仰，爱你所爱，想你所想，追随你心，无问东西。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 Infinite Abundance 啊。关于你们的第一个预言啊，就是在你们命运的剧本当中啊，你们是有可能会承接到一个大的财富或者说名利的，但是你们的目标不是钱，而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就是好像是追梦的人把梦做到极致以后，最后能够名利双收。但是其实名和利并不是你们所追求的东西。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在追梦了，那么后面的事情就是持续的努力的整顿自己，你们会从一无所有变得应有尽有。因为第一张牌它就奠定了我们这组牌的一个基调，就是在你们的命运的剧本当中，你们是能够有大收获的，你们是有能够拥有远超于常人的成就的。当然这种无限的富足呢，也可能是精神层面的一种追求，因为名和利它可能并不是你们的终点，它只不过是你们的一个中转站啊，因为你们要先得到，最后才能放下。第二张牌呢是 Talk to your angels 啊，我觉得这组牌关于你们的一个预言啊，就是你们可能会发展出这样的一种能力，你们能够通过一种方式媒介，通过这个高维度的守护灵，去和你们的去和大天使啊，去和你们的守护灵去交流啊，通过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啊。可能是因为你们内心当中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来自于你们灵魂深处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是大天使或者说你们的守护灵给你们的指引。你们未来是有能力能够分辨出这两种声音的区别，你们会通过这种能力啊，去和你们的守护灵和大天使交流，这会让你们自身有着极强的天赋去做一些关于神秘学、占星、占卜方面的工作。你们自身的第六感能够让你们很快速的切入到这些行业和领域当中啊，而且你们是那种学什么东西都能够很快上手的，很快能够领悟其精髓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到需要灵感和创造力的工作。第三张牌呢是 Artist 啊，是关于你们自己的，你们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你们对于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天分啊，会让你们非常享受整个创造的过程啊。你们时不时会因为你们自身的灵感爆发而创造出一些很优秀的作品，你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天然的审美啊，这个审美不是别人强加上去的，而是你们天然的就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审美啊，只有天生的那种审美和欣赏艺术的能力，才能够让你们去从事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工作，而且你们很会打扮自己，很会收拾自己，很会装扮自己，就是说你们未来做的一些艺术性质的工作，创造的一些艺术作品，会去丰富你们自身，去展示你们自己完整的灵魂。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欲望啊，你们渴望向这个世界展示你们自己。那我们抽到的这张世界牌啊，就是这张世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的轮回，就是未来你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你们会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看到你们自己，你们的身上有很多。他的身上有很多你们自己的影子啊，他会和你们很像很像，你们要让他把你们的优势继承下去，但是同样你们也不要让他重蹈你们的覆辙。这种新的生命的延续能够修正一些错误，并且呢，你未来的这个孩子，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会完成你未完成的梦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们的生命才会变得完整，你们的生命才会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一个轮回。第二张牌呢是权杖8，你们的人生当中会有一次大的迁徙啊，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背井离乡，孤身远航。
而且呢，这个地方它会往南走，你们会往南走啊，跋山涉水，穿越层层阻碍，就好像它是一种仪式感一样，告别过去的生活。你们会在迁徙的过程当中遇到你们的灵魂伴侣啊，两个人非常的相似啊，就好像是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两个人。因为这张 Two of Cups 啊，圣杯2啊，你们会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的。你们会在这个人的身上啊，同样也是能够看到自己，就是相似的灵魂得到慰藉，彼此映照，感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啊。这张牌给我一种如胶似漆的感觉啊，这种爱是很炙热的。你们想要的那种感觉，只有这个人才能给到你们。你们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啊，这个人的出现会点燃你们，所以这组牌的你们呢，是有可能会闪婚的。这两个灵魂有非常强的这种彼此的吸引力吧，互相融合，会互相融合成为一个灵魂。就是说你们在遇到这个人之前，你们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的，但是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们会发现他是懂你们的，他既懂你们的语言，也懂你们的沉默啊。你们两个人可能见到彼此的第一眼就会沦陷，然后你们两个人会携手去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与孤独啊。那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呢，其实是在事业上面啊，权杖2，在事业上面你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去挑战一个东西啊。我觉得真正适合你们的那条路啊，可能是非常难走的，甚至很艰险啊。自古华山一条路啊，你们只能够硬着头皮往上走，去追逐一些东西啊，追逐一些宝藏。你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啊，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不断的找到自己，你们会逐渐的找到自己的节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可能也会不可避免的跌落，然后从头再来。这是一种充满挑战和冒险的人生。你们自身的特质呢，也是善于在逆境中崛起，但是也很容易在顺境中躺平。所以说，你们需要不断的给自己找到新的挑战。所以说，权杖2，我觉得你们会选择一条很难走的路，但是你们不会妥协，也不会轻易的退而求其次，因为你们的人生啊，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你们在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看到新的风景。你们在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啊，你们会设定你们的目标，然后忘记你们的目标。不断的看到新的风景的过程里边啊，你们会完成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然后你们会明白啊，对于人生来说，不可或缺的东西，它不是取胜，而是曾经无悔的战斗过啊。所以说，真正重要的也不是终点，因为终点没有风景啊，风景全部都在路上。你们人生的体验和感受，你们会在体验和感受的过程当中啊，完成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所以说，权杖2，我其实看到的这张牌啊，它是一种不妥协、不认命、不退而求其次的勇者精神。你们知道那条路很难走，但是还是会迎难而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Temperance 啊，节制啊，它代表的是一种能量的转换。你们会把经历的所有的事情、苦难都变成是一种滋养你们成长的养料，那些苦难也会照亮你们的路，最终变成你们的勋章。你们会经历很多的失败和挫折，但是这些失败和挫折啊，这些犯过的错误并不是来定义你们的，而是来指引你们的。你们能够接受失败的概念，并且将其视为一种重新聚焦和重新塑造你们思维的方式啊。你们是具有这种成长心态的，能够把挑战和失败作为重新思考的机会。而具有固定心态的人呢，可能就会将失败视为完全的失败，这些失败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失败。而正是你们对待失败的方式，决定了你们的思维是固定的，还是时刻准备好成长的。正如你们可能想象到的，就是说，当你们认为自己是成长心态的，当你们拥有这种成长心态的思维的话，你们往往是比那些自认为是固定心态思维的人具有，或者说产生更多创造性的想法。所以说，这张权杖6啊，你们身骑白马，接受周围人的欢呼和赞美啊，就是说你们最终会得偿所愿啊，你们会经历一些事情，看透一些事情，体验一些事情，最后成就一些事情。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么第一张牌呢 ，Crystals 啊，你们如水晶般清澈，但是呢，
这种如水晶般清澈只是你们对外呈现出来的特质。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内在和外在是有着比较大的反差的，但是你们的气质呢，会给人一种很干净的感觉啊。外在你们给人的印象呢是没什么心眼，很真诚，甚至你们的气质会给人一种梦幻的易碎感，这也是水晶的一种特质。但是如果别人依靠你们的外在而认为你们是一个易碎品，是一个什么都不懂，说什么听什么的跟随者，那么他们就错了。其实你们的内在啊，你们很拎得清，有处理事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机警，很灵敏，不会轻易上当啊，能避开那些风险。也就是说，你们看起来很天真，但是其实你们很聪明，能够一眼看到事物的本质。但是呢，你们又不会让那些黑暗的东西污染你们，你们的内心其实依然是澄澈透明的，只不过你们有能力去避免掉那些可能会伤害你们的人和事啊。你们能够分得清楚轻重缓急，而且这张水晶它有一种很特殊的能量场啊，接触你们的人可能会向你们反馈，在你们的身边可以得到疗愈，在你们的身边是很舒服很安心的。第二张牌是 Children，我觉得抽到这组牌啊，一部分人可能关于你们的预言啊，你们的未来会和小孩子打交道，要么就是你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不止一个孩子，要么就是这组牌可能一部分人你们的职业是跟教师教学有关系的，教书育人啊，会有很多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年轻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去做一些工作也是会涉及到这种知识的传承吧，哺育下一代。第三张牌呢是 Energy Healing 啊，它和第一张牌的这个 Crystal 是相呼应的，就是说你们是有可能去做一些心理疗愈、能量疗愈方面的工作的。你们会先把自己的灵魂舒展开来，先疗愈自己，然后再用你们疗愈自己的经验去疗愈别人。那这个里边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受伤的疗愈者，是指那些曾经经历过痛苦，有时甚至是非常严重创伤的疗愈师。这些伤痛却成为了你们的智慧、灵感和治愈力量的源泉啊！事实上，这些受伤的治愈者是由于创伤和痛苦，让你们经历了一次转化，并超越了它，然后你们会被引导着走上一条为他人疗伤的历程。似乎是创伤本身使你们经历一次内省的旅程，而这次旅程又使得创伤转化，并且加以沉淀和升华，最终成为你们自身坚定信仰的来源。那我们抽到的这三张牌呢，第一张牌啊，宝剑七啊，在你们的就是关于你们的预言，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人会默默的守护着你们啊。这个人他们对你们的爱是那种低调的、默默的、内敛的、不张扬的。这种守护其实没有什么目的，他守护你们就是为了希望能够看到你们茁壮成长、枝繁叶茂。他的这种爱是没有目的的，他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爱，纯粹的一种保护。他可能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守护灵，一个很爱很爱你们的人。在过去，即使他离你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灵魂一直在你们的身边守护着你们。第二张牌呢是Handman 吊人牌啊，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倒过来的，也就是说你们能够以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你们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啊，你们的思维也异于常人，所以说你们的人生轨迹呢，它一定是背道而驰、逆流而上的。有的时候它需要你们拥有很强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啊，因为你们是如此特立独行般的存在，所以说你们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可能因为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不一样，你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他们可能又没有办法理解你们，所以说你们会不可避免的向下兼容。你们的心理年龄要比生理年龄成熟很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孤独啊，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们，有的时候你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异类。你们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啊，会不停的学习和修正自己啊，对抗阴影，艰苦的创造出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世界，然后不停的告别那个孱弱的自己，永远保持你们自身灵魂的澄澈透明，不被世俗当中的那些纷纷扰扰所污染。你们要支撑起一个世界，创造一个世界，会很累，会很孤独，甚至孤独挫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跟你们共情啊。很多人不理解你们，很多人也无法欣赏你们，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但是这也是一条通往成熟和觉醒的道路。第3张牌呢，宝剑9。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被一种所谓的自卑感所包围啊。你们内心当中可能有着2种截然相反的性格，极度的骄傲和极度的自卑在你们的身体内共存。因为这种自卑的存在呢，其实它会让你们尝试着去寻求补偿啊，让你们保持对于这个世界的敬畏和谦卑，不断的鞭策自己，不断的超越自己啊。自卑才是你们人格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你们的自卑啊，可能你们在某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远超于常人的，你们有着极度的自律和勤奋。而宝剑3这张牌呢，我觉得促使你们不断的去突破自己舒适圈的，还有你们内心当中所匮乏的那种安全感。你们太需要安全感啊，太强的控制欲，太难以获得的这种满足感，会让你们，这需要你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开始领悟如何与自己和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的不甘、不满、不服是会比别人更多的，尤其是你们还没有掌握如何劝自己不要偏执，如何把控和周围人的感情和关系，如何平衡自己的心态之前。所以有的时候当你们解决不了这些心理层面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在某种层面上你们就会选择逃避，把自己蜷缩在角落里边啊。所以说这组牌我其实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你们有自卑，有恐惧，但是呢，同时你们又有那种能够超越你们的自卑，克服你们恐惧的力量在驱使着你们，鞭策着你们往前走。所以说第2张牌呢是宝剑1啊，你们的人生可能会就是关于你们的一个预言呢，你们的人生轨迹的改变啊，源自于你们做出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和突破。它可能要伴随着某种代价，因为有一只手抓住的是宝剑的剑刃啊，它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你们会顶着压力做一个决定，但是你们人生的运势会从此发生一个逆转啊，你们会在某种悲痛啊、痛苦当中得到觉醒啊，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这个命运之轮会再一次的转动。当命运之轮转动的时候啊，你们整个人的性格可能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会发生一个转变，有可能是原本谨小慎微的性格会变得大开大合啊，整个人会突然拥有一种冒险精神，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不甘于不断重复和循环的人生，会打破这种重复和循环。你们会在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了解这个世界，因为你们自己就是整个世界啊。当你们了解了自己的本质以后，你们就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所以说这组牌关于你们的一个预言就是，你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会大彻大悟啊，彻底的放下一些执念，然后你们会决定不再纠结一些人和事，这个时候你们的人生会踏入一个全新的纪元和阶段，你们的人生会经历一个劫。当你们经历了这个劫以后，你们才会豁然开朗，大彻大悟。等你们跨过这道坎以后，你们人生的成就和事业上面会达到一个顶峰。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